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今天想说的主题呢，和收入税，也就是 income tax 密切相关。这个话题的起源呢，是我的几个中国同事和我讨论，大家都想搬去别的州住，因为纽约的税呢比较高，而且呢，有的同事已经搬走了。那大家呢就互相讨论说这个税应该怎么处理。那我在聊天的过程中呢，发现他们搞不清楚的事情还挺多，所以呢决定做一期视频来分享一下。首先呢，要看你的身份。如果是 H1B 按照法律是不允许搬到离公司50 mile 以外的地方的，因为工作签证的要求呢，就是你要在 commutable distance， 就是居住地和公司地址之间是可以通勤的距离。那这个定义呢是50 mile。当然了，这其实是一个记录上的问题，就是实际情况中，你如果想要省房租，那你可以搬到便宜一点的地区，但是呢，你不能通知公司的 HR，你不能更新你的地址，你在 H1B 和公司的 HR 系统里面的地址一定还是要在所谓的可通勤距离范围以内。不然呢，这个影响往小了说是影响你的工作签证，往大了说呢，就可能会影响你的绿卡的申请。那如果身份不是你的问题的话呢，想省收入税的话，就大致还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你通知公司的 HR 说你已经搬走了，在系统里面更新一下你的交税地址，也就是更改你的 residency。比如说你的公司在纽约，但是你搬到 Texas 了，大家知道德州是没有收入税的嘛，所以呢，也有些富人都会在德州维持一个住址。但是呢，因为你的工资是来自于纽约，就是换句话说，你虽然远程工作，但是你在资料上的实际工作地点还是纽约，也就是说，你的收入是在纽约产生的。那即使你不住在纽约，你也要交一个 non-residence tax， 就是非居民税。那一年到底的时候呢，你报税用的其实就是纽约州的就是 part year residency 的那张表，也就是部分居民报税表。这个就是指呢，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你是居民，一部分时间不是居民。你要精确计算在一年中你有多少天住在纽约，报税的表会要求你填这个百分比。如果你这样和公司更改了地址，你最后收到的 W2 上面应该是在 state 那里有2行，比如咱们还用纽约和德州的例子那你在州税的那个 W2 的表上就会看到纽约收入写的依然是全年的，但德州收入呢写的是你通知公司你搬走了以后的收入。也就是说，因为你的工资产生于纽约，即使你不住在纽约的时间，你也要按非居民交税。但是这个税率肯定是比居民要低嘛，然后你再按照在德州住的时间和相应的收入部分报德州的州税。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有不同的分部，能够给你呢把工作地址也换了，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换工作了，那就相当于你会收到2张 W2。哪怕是同一个公司不同州的地址，从税法上来说，代表你产生收入的地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你从纽约搬到了新泽西，然后公司的地址呢也给你从纽约换到了新泽西，你后来就从新泽西的分公司拿 paycheck 了。那你年底收到 W2 的时候呢，就会是一张纽约，一张新泽西。那自然呢，你就是纽约的那张交纽约的居民税，新泽西这张呢交新泽西的。和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相比呢，就相当于你省了纽约的非居民税的部分。那听到这里，大家觉得我讲的有帮助吗？希望你能给我点赞或者留言。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快点订阅我们的频道吧，点亮小铃铛，也欢迎帮我们转发，推荐给更多的人啦。那我上面说的这2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简化的解释报税呢，确实是件挺复杂的事情，要不然呢 CPA 人人都能当了。那老麦呢，作为纽约州认证的 CPA， 其实以后呢，应该让他来说一些报税省税的话题。我今天呢，就当是抛砖引玉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快点留言催他一下。那既然我上面说的是简化过的版本，细节上呢，就还有2个需要注意的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residency 的定义，也就是你到底算在哪里的居民。每一个州的税务部门呢，都会有不一样的定义。比如咱们拿 DC 这边举例子DC 的要求是，如果你在 DC 有住址，然后呢你在 DC 住的时间超过了183天，也就是多于半年，
那假设你3月疫情以来啊，你立刻就从纽约搬走了，搬到了 DC， 那你呢就可以按照全年 DC 居民来申请报税。那这样的话，你最开始那3个月也可以不交纽约的居民税了，全年都是按 non-residence tax， 就是非居民税来交。那前3个月的税呢，不就又能省下来一些了吗？因为按照 DC 的税务规定，你一整年都算是 DC 的居民，但是这种在报税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提交一些补充材料，比如最直接的就是你的驾照和车牌、车保险，你都要赶紧的更换。你必须要证明你已经彻底不把纽约当做你的家了。这种我其实感觉从概率上更容易被这个税务局 audit 啊，就是被那个税务局选中抽查。因为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税交的特别全的人，人家税务局有什么必要查你呢？但是如果你明明显示你有某一个州的税的收入吧，结果你报税的时候呢，因为各种理由你报的少，那如果你被抽查选中，你就很可能要就是提供你的住址证明。比如你说你3月就从纽约搬走了，你有搬家公司的交费单吗？或者如果你是租房的，你有没有纽约的租房终止合同呢？或者是你有没有搬去 DC 的住址证明呢？尤其是我说的这个驾照和车牌证明啊，因为现在美国的 SSN 就是这个社会安全局和交通部还有 USCIS 全部都是联网的了，只要他查一下你的这个社会安全号码 SSN， 就知道你所有的驾照记录。所以如果搬家了，千万不要偷懒，一定要及时办理这些手续。因为我和老麦以前就因为这个驾照的原因被查过，下次还是让老麦跟大家讲吧。还是那句话，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留言催他一下，快点更新。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有一个条款啊，叫做reciprocal agreement。这个词呢，我本身也不是很会读啊，具体链接呢，我会放在这个简介栏里面。这个条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是不同州之间的一个友好约定，就是你在一个州工作，另外一个州生活的情况下，就只需要交你生活所在的那个州的州税，没有什么 non-residence tax 啊一说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啊，因为在联邦税一样的情况下，你根据你的工作地点条件允许的话呢，你可以挑选在哪一个州居住最省税。我看了这个表以后啊，我才知道为什么我认识了一些在东部工作的人特别喜欢住在宾州和弗吉尼亚，因为这2个州呢，和这2个州有约定的地方啊是非常的多的。当然了，加州和纽约的小伙伴就不用想了，这2个高收入人群聚集的地方呢，是不可能有这种优惠政策的，州政府就指望着你的收入税养活呢。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为了支持我，请大家把最后这几秒坚持看完吧。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吗？还是那句话，请给我们留言点赞。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快点关注我们的频道。不管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老麦，都欢迎你订阅哦。那下期再见，拜拜。